滅霸來了也得被壓制3秒。而這就是加特林機槍，它是施瓦辛格熒幕上的標誌，是傳奇老兵 A10的專屬。這種1秒鐘能噴出幾十發子彈的機器，滿足了所有人對火力的終極幻想。不僅是在電影裡，在真實的現代戰場上，無論是掛在直升機艙門上，還是裝在軍艦上用來攔截飛彈的密集陣系統，加特林原理的多管機槍一直都是最高效的戰爭機器。但是有誰能想到，發明這台绞肉机的人其實是一位醫學博士呢？100多年前，理查德·加特林醫生畫出這把多管机槍图紙的时候，他的初衷不是为了杀人，而是为了救人。那麼問題來了，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像施瓦辛格那樣單兵手提加特林上戰場？今天火力軍就帶你看看，為了把這台絞肉機塞給步兵，美國軍方當年到底經歷了怎樣神操作。有一個問題，什麼是加特林？其實加特林現在已經不是某一把具體的槍了，它代表的是一種多根槍管圍在一起轉着打的武器原理。當年加特林醫生為什麼搞出這種轉管的設計？核心原因其實就2個字：散熱。大家想一想，如果只用一根單管機槍，1分鐘打出幾千發子彈，那槍管幾秒鐘內就會燒紅、軟化，甚至直接炸開。而加特林設計的巧妙之處就在於幾根槍管輪流開火，這根槍管打完1發，在跟着軸轉一圈的時間裡，剛好可以迎着風冷卻一下。這種設計完美解決了槍管過熱的死穴，硬生生的把人類武器的射速推到了物理學極限。在現代軍隊裡，採用加特林原理的武器非常多，名字也五花八門，大家最容易搞混。其實我們只要按照從小到大的口徑來分，就能一目了然。第一種是小口徑打步兵的，也就是電影《終結者2》裡施瓦辛格手裡提着的那種，真名叫 M134 迷你炮，它打的是 7.62 公里的步槍子彈，體積最小，平時主要是裝在直升機艙門或者越野車上，用來掃射地面的步兵。第二種是中口徑打飛彈的，口徑放大到了20公里。這種加特林机炮主要是用來防空的，裝在海軍軍艦上的叫密集陣系統，專門在最後幾秒鐘攔截敵人的反艦飛彈。後來美軍為了保護陸地上的基地，把這套系統裝到了卡車上，就成了大名鼎鼎的 CIM 防空系統。第三種是大口徑打戰車的，這就是裝在美國 A10 攻擊機肚子下面的那個怪物，真名叫 JU8 復仇者。它打的是30公里的穿甲彈，每一發炮彈都比普通的礦泉水瓶還要大，因為它實在太粗太大了，所以不能叫機槍，得叫機炮。現在我們來看看普通人到底能不能像電影裡那樣提着打步槍子彈的 M134 上戰場。在鐵血戰士和終結者裡，肌肉壯漢端着重機槍一邊走一邊瘋狂掃射，這個畫面看着確實過癮，但在現實中這根本行不通。我們來算一筆最直接的賬，真實的 M134 機槍按照每分鐘3000發的速度開火，這把槍往後頂的平均後坐力大概在67公斤左右，而最高後坐力會直接飆升到135公斤。這就等於有一個200多斤的壯漢在用全力一拳一拳猛砸你的肩膀，沒有任何人能站着扛住這麼大的後坐力。其實美國軍方在70年代的時候真的試過把這種轉管機槍做小，讓步兵提着打。他們開發過一款 XM214 衛星機槍，口徑改小，換成了 5.56 公里的步槍彈，整套系統加上1000發子彈和電池，總重量壓到了 38.6 公斤。理論上2個士兵勉強可以抬得動，但這個項目最後還是黃了，因為在實戰中非常不受用。5.56 公里的子彈打不穿穿甲，用來防空不夠用，用來打步兵射速又太快了，1000發子彈幾秒鐘就打光了，後勤補給根本跟不上。而且這把槍完全靠外部電池驅動，在野外打仗，要是電池沒電了或者出故障了，槍就成了廢鐵。就算口徑改小了，它連發時的後坐力依然有45公斤，士兵還是沒法端着它開火。到了90年代，軍方直接取消了這個項目，單兵提着加特林掃射的神話只能永遠留在電影裡。既然人的肉體扛不住这把槍的後坐力，那就只能把它裝在載具上，傳奇老兵 A10 登場了。如果說掛在直升機上的 M134 只是個小玩意兒，那裝在美國空軍 A10 攻擊機上的30公里氣管機炮，也就是 JU8 復仇者，就是把這種多管武器的暴力發揮到了極限。平時造戰鬥機都是先設計好飛機，再給它配武器，但 A10 完全反過來了，他被大家開玩笑說是為了一口炮專門造了一架飛機。關於這門炮，網上一直流傳着一個說法，說這門炮開火的時候後坐力實在太大，大到能在半空中把飛機給逼停。這個說法到底是不是被人誇大了呢？我們來看看真實的數據。這門炮在全速開火的時候產生的向後推力大概是1萬磅，而 A10 攻擊機上面裝了2台發動機，
單台發動機的最大向前推力只有9000多磅，也就是說，機炮開火瞬間的後坐力確實比單台發動機的推力還要大一點。但這並不代表飛機會在空中停住。首先，飛行員開炮都是短點射，每次只按幾秒鐘扳機，而且備彈量有限，一次出任務最多也就能連續開火不到18秒。當一架10幾噸重的飛機以每小時幾百公里的速度往前飛的時候，短短幾秒鐘的後坐力頂多只会讓飛機的速度慢上幾公里而已。更重要的是，飛行員開炮洗地的時候，飛機基本都是机頭朝下俯冲的，靠着重力往下的慣性剛好抵消了机炮往後的推力，所以飛機不會像傳言那樣在空中停住。其實，在早期測試的時候，真正差點要了飞行员命的根本不是後坐力，而是開炮時產出的廢氣。機炮在瘋狂吐出子彈的同時，會噴出大量的高溫火藥廢氣，這些廢氣裡面幾乎沒有氧氣。A10的發動機正好裝在機身的後面，這些缺氧的煙霧順着氣流被吸進發動機裡，燃燒時沒有了氧氣，發動機會直接在半空中熄火。除此之外，火藥燃燒留下的黑灰會掛在擋風玻璃上，把飛行員的視線擋得嚴嚴實實。為了解決這個要命的缺陷，美國空軍和承包商折騰了10幾年。他們一開始想在機頭前面裝幾塊導流板，把煙霧吹到兩邊去，結果這幾塊板子破壞了飛機的氣动外形，飛機開炮的時候劇烈抖動，甚至把機頭的結構都震出了裂紋。這個方案只能放棄。最後，工程師們想出了一個作弊的辦法，他們把飛機的電路重新接了一下，只要飛行員一扣扳機，發動機裡的點火器就會開啟，而且是不停的連續放電。這意味着什麼呢？就算發動機吸进廢氣，火滅了，只要廢氣一散開，連續放電的火花塞馬上就能在幾毫秒之內把發动機重新點燃。這個設計非常管用，直接救了 A10 的命。在海灣戰爭裡， A10 靠着這門炮打爛了伊拉克900多輛主戰戰車，但這門炮的威力實在太大了，大到讓美軍自己人都害怕。在历次戰爭中， A10 誤傷自己人的記錄非常多。2003年伊拉克戰爭的時候，2架 A10 就在納西里耶附近把美國海軍陸戰隊的2汽突擊車當成了敵人，直接開炮摧毀。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早期的 A10 沒有現在那種先進的瞄準吊艙，飛行員全靠肉眼看，靠無線電和地面溝通。在沙漠的沙塵裡或者在晚上，飛行員很容易看錯。而這門機炮打出的是30公里的平油穿甲彈，威力極其恐怖，1秒鐘傾瀉出去的能量比50把步槍同時開火還要大。一旦認錯目標，扣下扳機，造成的破壞根本沒法挽回。加特林转輪機槍那麼猛，美國的對手蘇聯肯定不會放過抄襲。接下來我們去看看冷戰時期的蘇聯如何應對加特林呢？美國人是為了装一門机炮，專門造了 A10 這架飛機。而在冷戰的另一邊，蘇聯人為了跟美國對抗，也搞出了一门6管30公里機炮，叫 GSH-630。蘇聯人的思路和美國完全不一樣，甚至可以說非常粗暴。美國的加特林機炮，比如 A10上那門，是靠外接的電機或者飛機的液壓系統來轉動的。還有個小缺點，你按下扳機後，電動機要把那麼重的槍管轉起來，需要0點幾秒的反應時間。蘇聯人不想等，他們用的是导气式原理，就是直接利用上一發子彈打出去時產生的火药气體來推動下一發子彈上膛和槍管轉動。這種設計不需要外接大電池，而且只要一扣扳機，槍管瞬間就能飆到每分鐘6000發的最高射速。聽起來很棒，對不對？但蘇聯工程師忽略了一個大麻煩，這門機炮原本是裝在幾千噸重的海軍軍艦上的，用來當艦防炮打飛彈。結果蘇聯人硬生生把它塞進了一架只有10幾噸重的米格27輕型攻擊機的肚子下面。當這門原本該裝在軍艦上的大炮在天上開火的時候，那股往後頂的後坐力快要趕上米格27發動機推力的3倍了。每次開火對飛機和飛行員來說都是一場折磨，因為開槍時的震動太大，米格27的內部油箱經常被震出裂紋，導致飞機在半空中漏油，座艙裡的无線電和儀表盤經常打幾槍就被震壞。更離譜的是，劇烈的震動會把飛機前起落架的艙門卡死，很多飛行員打完仗放不下起落架，只能用机身肚皮在跑道上硬摩擦降落。如果是晚上出任務，机头用来照明的降落燈只要一開炮就会被震碎。等飛機回基地的时候，机場必須打開所有大功率探照燈，才能幫他們找到跑道。因為把飛機震壞的情況實在太多了，蘇聯軍方最後沒辦法，只能把這門炮的射速從每分鐘6000發降到了4000發。這就是航空史上一個因為火力太大而把自己坑了的典型例子。說完了掛在戰機上的機炮，我們再來看看另一種專門用來在天上長時間壓制地面的怪物，那就是 AC-130炮艇機。從越戰開始，美國空軍就把好幾挺加特林機槍裝在運輸機的側面。到了現代的 AC-130U 型號上，它裝了一門25公里的5管轉輪機炮，每分鐘能打出1800發子彈。
他的打法很特別，飛機不用俯衝，而是側着身子在目標頭頂上繞大圈，這樣機身側面的機炮就能一直對着地面的同一個地方掃射。在打反恐戰爭的時候，這架飛機就像一個掛在天上的監控哨，它裝了熱成像儀和高精度的雷達，不管白天黑夜都能看清地面的人。只要地面的特種部队發現了目標，不需要等遠處的轟炸機飛過來，頭頂上的 AC-130幾秒鐘之內就能開炮清場。但在反恐戰場上，美軍在地面上的基地經常會被對手用迫擊炮或者小火箭彈偷襲，這些炮彈在天上飛10幾秒就落地了，基地的士兵根本來不及躲。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軍把海軍軍艦上的密集陣防空機炮拆了下來，裝在大卡車上搬到了陸地上用。這套系統叫 CIM， 它裝了一門20公里的6管機炮，每分鐘能打4-5千發。只要雷達發現天上飛過來的迫擊炮彈，它就會自動開火，在空中打出一道彈幕，硬生生把炮彈撞碎。但这套系統在陸地上用遇到了一個很麻煩的物理問題，機炮對着天上打，每秒鐘噴出去70-80發穿甲彈，這些打空的子彈最後受地球重力影響都會掉回地面。如果在海上掉進水裡就算了，但在陸地上的城市旁邊，這些從幾千米高空砸下來的實心鐵塊能輕易砸穿平民的屋頂和汽車。為了不傷及無辜，彈藥專家們專門設計了一種叫 M940 的自毀彈藥。這顆子彈裡面大有文章，當它被火藥推出去的時候，子彈尾部會被點燃，發着紅光往前飛。同時，開槍的衝力會讓子彈裡面的引信開始延時倒數。當這顆子彈飛出2000多米的有效攔截距離，大概飛到2300米的時候，自毀裝置就會自動啟動，子彈會在半空中把自己炸成很小很小的金屬碎片。這些小碎片落下的時候沒有多少動能，就像下小雨一樣砸在地面上，基本不會砸傷人。靠着這種會自己爆炸的子彈， CIM 系統才能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放心開火，充當基地的保護傘。它在天空和地面上的統治力已經得到驗證。接下來我們回到它最初的老本行，海上防空，去看看在最近的紅海戰場上，這種靠子彈去撞飛彈的老辦法為什麼越來越吃力了。在過去這2年，特別是在紅海海域，美國海軍的密集陣防空機炮遇到了實戰考驗，也暴露出了一個致命的危機。2024年1月底，一枚胡塞武裝的反艦飛彈突破了美軍在外圍布置的防空網，直接衝向了格雷弗利號驅逐艦。當這枚飛彈逼近到距離軍艦只有大概 1.8 公里的時候，留給軍艦的反應時間只剩下短短的4秒鐘。在這最後關頭，軍艦上的密集陣自動開火，用20公里的穿甲彈在極近的距離把這枚飛彈打碎了。雖然防守成功了，但五角大樓卻驚出了一身冷汗。為什麼？因為胡塞武裝打過來的只是一枚老式的亞音速飛彈，速度還不到1馬赫。面對這麼慢的目標，密集陣都要等它飛近 1.5 公里，只剩4秒鐘的時候才能成功攔截。如果換成俄羅斯的高超音速飛彈呢？假設有一枚飛彈在最後俯衝的時候速度飆到了10馬赫，1秒鐘就能飛 3.4 公里。當它進入密集陣 1.5 公里的射程時，留給機炮雷達鎖定，槍管起轉，再到子彈飛出去的時間連 0.5 秒都不到。靠機炮去攔截高超音速飛彈，時間上根本來不及。因為這個問題，美國海軍現在開始慢慢淘汰密集戰機炮，轉而給軍艦換上攔截距離更遠、反應更快的防空飛彈，試圖用極高的射速和子彈數量去填補那 0.幾秒的反應時間。說到這裡，加特林機炮在現實戰場上的演變我們就講得差不多了。但是在今天的和平年代，這種武器在流媒體平台上又找到了一個新的位置。在很多網站上，加特林機炮開火的視頻播放量動不動就是幾千萬，大家喜歡看不是因為好戰，而是因為現在有了超高速攝像機，能把1秒鐘的畫面分成幾萬幀甚至幾百萬幀來慢動作播放。在慢鏡頭下，你可以清楚地看到槍管是怎麼轉動的，火藥氣體是怎麼在槍口炸開的，子彈是怎麼擠開空氣往前飛的。一件原本用在戰場上的殘酷武器，在鏡頭下變成了一場機械美學的震撼。100多年前，加特林醫生為了減少傷亡畫下圖紙，到後來在世界各地的戰場上變成绞肉機，再到今天变成網絡上的視覺奇觀。這台多管旋轉的機器不僅記錄了人類戰爭形態的改變，也見證了機械工程的發展。人類未來還有這樣為純粹火力而生的造物嗎？我們不得而知。但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加特林機槍過去的輝煌無可替代。好了，關於加特林轉輪機槍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分享你的看法。你認為還有哪些具備暴力美學的戰爭機械呢？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